各位啊，作为公众人物，在互联网时代真得是如履薄冰才行啊！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啊！冯小刚拍了一部电影叫《抓特务》，在首映礼上请了他的好朋友韩红基金会的韩红歌手去给他捧场。韩红在现场说了一句话啊，北京的老少爷们儿，咱们走个面儿啊，都买张票来看看吧。结果这一句话说出来，没想到啊，韩红和冯小刚都完球蛋了。这么多年的好口碑，一夕之间就塌方了。那有人说不至于吧？为啥呀？这个谁还没有点黑历史呢？对吧？尤其是公众人物，他隔不住挖坟呐，全网就开始挖坟这个韩红和冯小刚了。所以我特别幸运。最后一点就是，我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奶奶就是在北京胡同卖冰棍的。我就想说，今儿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们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谢谢。韩红老师就是这么的局气。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娘们，能不能走个面？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你受累，您走个面，走个面，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大伙。我来走个面儿。买票了吗？走个面儿买什么票啊？不买票有什么面儿？不买票能走面儿？你那店值钱吗？没票快走！这电影名改的真及时。哎呦我的妈！Hello， 美女，有没有那个抓特务那个电影啊？多少钱？30。还要30块钱？对啊。韩红叫我过来走个面的。谁？韩红啊。你打电话给他吗？他叫我来走个面的，还没有跟我说。韩红老师，你叫我们来走个面，这怎么还要收我钱呢？韩红啊。没有跟我说，你问一下那边。哦，上青藏高原的韩红啊，他叫我过来走个面。我不知道。韩红，不好意思，这个面我不能走。30块钱我买排骨，它不香吗？您是老娘们吗？咦，孩子，你看出来了，我是咱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娘们儿，从小在咱这胡同里长大的。您给我走个面吗？老北京都不走面，那走什么？老北京早上起来，现在走碗胡辣汤，油条、包子、菜角、烙馍，一天不走浑身难受。我可以说我什么都能拍，拍什么都有票房，拍娱乐的有票房，拍不是娱乐的严肃的电影照样有票房，没准比那娱乐的还高。没办法，你谁超得过我？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没有。你回票房就都高，我从拍戏到现在，我没有一次不高。这事儿对我来说有疲劳感了，我特别想什么时候第一回。还有谁？确实一直想投票，但是人民他需要啊。好一个拍什么都有票房啊，还是年轻的时候说话没轻没重的，这到老了这话就收不回来了吧？1942亏了吧？只有云知道亏了吧？非诚勿扰3亏了吧？手机2直接打水漂了吧？这回这个抓特务前景也不是很好。想当年您不是还说谁超得过你吗？别的咱们就不提了啊，就今年一个给阿嬷的情书就给你们这帮原来高高在上的以电影圈的人自居的选手们都给灭了吧？
您就没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人民不需要你们了？抓特务总投资2.7亿到3亿，集中宣发成本5000万，演员片酬1个亿，制作成本1.5亿。而给阿嬷的情书总投资1400万，集中宣发成本500万，演员片酬大约70万，加上路边的群演之类的，估计100万左右，制作成本800万左右。所以你们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你们总说中国电影影视寒冬，可实际情况不是一直在啪啪打你们脸吗？哪吒2 100多亿的票房，人家那个叫良币；给阿嬷的情书18亿多，人家那个还叫良币。那么谁才是劣币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劣币遇见寒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呀，这是市场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接下来再说韩红，还是看视频吧。有的人说我是这儿的人，有的人说我是什么各地都有人猜。我今天郑重其事的告诉在场的8000多位观众朋友，请您记住，我韩红是山东人的后代，我是德州人，就是那个小地方走出来走向北京的一级演员，国家队队长。成都这个地方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我小时候的故乡。小时候，我的阿五跟我讲，我是商人，我是商人。我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奶奶就是在北京胡同卖冰棍儿。我就想说，今儿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们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我一直都搞不懂一件事啊，那您是哪儿的就是哪儿的呗，那怎么还能一直在地图上来回转呢？一会儿当着8000多人的面说自己是山东德州的，一会儿说成都是你小时候的故乡，一会儿又说你是昌都人，一会儿又说你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这话说的也太艺术了，这嗑唠的跟霍元甲那迷踪拳似的，又像从缥缈峰上传下来似的。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呀？您到底是哪儿的？咱能不能整准了呀？这艺术成分是真高啊，最起码有3、4层楼那么高，吾等凡人无法企及呀，佩服佩服。我想我还是留在中国，因为这片土地需要我就放弃了读书。你知道，我曾经考了1所大学，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我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哪儿啊？哈佛。哦。那你就没去啊？这是我之前对任何媒体没有透露过的。他们帮你保留到什么时候呢？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需要读的书太多，需要见的世面也太多。所以我觉得原来想的是出国学习回来以后，我一定会回到自己的祖国的，因为我会把我自己所有的才华和毕生的精力都献给我自己热爱的这片国土。但是我还是放弃了。我选来选去，我觉得可能中国这片土地更需要我。此时此刻我正是黄金年代，因为如果说20岁青年时代的我们是很青涩的，那么40岁以后50岁可能会，我认为会沉稳的，可能缺乏一些力量。刚好30、40岁，我觉得是中流砥柱，是最有光彩、最容易去释放自己光彩绽放的时候。我想我还是留在中国，因为这片土地需要我就放弃了读书。选择正确。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韩红在北京首映礼上一句走个面，不仅没帮冯小刚的抓特务拉起票房，反倒直接把9年前那句垃圾观众论硬生生拽了出来。那是不是也因为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有这么多垃圾电影？有人说当初嫌观众垃圾，现在反过来求观众走面了，当初不可一世的小钢炮怎么不见了？拍什么都有票房，没办法，你谁超得过我？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没有，我特别孤独求败。你回票房就都高，我从拍戏到现在我没有一次不高，这事儿对我来说有疲劳感了。我特别想什么时候第1回。
可票房真的低了，你又不乐意了。抓特务上映6天，票房才刚过7600万，猫眼预估收官仅1.3亿，距离网传2亿制作成本6亿回本线，差距直接翻4倍，妥妥2026年端午档票房大败笔。韩红作为影片全片配乐的创作者，向现场观众喊话，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这番本意是帮老友站台的江湖气发言，却传到网上后迅速引发舆论反噬很快反映到票房上。抓特务上映首日，院线给到了17.4%的超高排片资源，属于影院重点主推影片，可实际观影上座率仅有2.1%，冷清程度一目了然。单日票房甚至跑不赢已经上映51天的小成本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走势几乎没有反弹空间。其实抓特务票房惨败，也不光是韩红一个人的发言翻车，而是整个影视行业的风向彻底变了。从2024年贾玲凭借《热辣滚烫》出圈开始，靠着贾玲减重100斤这个唯一的卖点，疯狂轰炸热搜，业内甚至把这一年称作贾玲元年。电影圈也出现了一个扎心的调侃：如今电影的剧本不如改叫剧末，大部分院线大片拍完就草草收官，从头到尾没人用心打磨故事内核，剧本彻底沦为摆设。以前或许还会为了颜值追更，反观如今真正戳中大众内心，不靠流量也能出圈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没有顶流明星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观众掏钱买票，买的是故事，是情绪，是视听体验，不是名人的面子，也不是主创的人情。首先是一部口碑逆袭黑马电影《给阿麻的情书》，更是把真诚创作做到了极致。整部影片总投资仅1400万，和抓特务的制作成本相差巨大，演员几乎全是素人，剧组经费紧张到连影视拍摄必备的监视器都无力购置。导演全程手持 iPad 现场监看画面，拍摄过程中手机电量耗尽，设备发出的低电量提示音来不及后期消除，就原样保留在正片之中，保留了最原生的拍摄痕迹。但剧组把每一分预算都完完全全用在了内容打磨和情感还原上。主创团队翻阅上万封民间真实家书，还原老一辈人藏在书信里难言的思念与毕生遗憾。片中关键的白发老奶奶角色没有选用专业演员，而是邀请了一位日常排队领免费鸡蛋的普通老人出演，没有刻意的演技雕琢，全是最自然最接地气的真情流露。这部电影全程零宣发，依靠观众看完之后自发口碑传播，成功逆袭。目前总票房突破18亿，豆瓣评分稳定在9.3分，是近10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家庭片之一。不靠资本造势，只靠口碑实现逆风翻盘。还有爆火的国民短剧 Enemy 煎饼国仔与夏天妹妹，用真诚与敬畏打造的细节盛宴，家国回响。编剧、导演、主演、剪辑全用2人包揽，他们以苦行式创作，打磨每一个细节，不迎合流量，不敷衍观众。为了拍出贴合年代质感的镜头，就挨个跑遍本地旧货市场，淘来1937年的老式灯罩还原年代场景，没钱定制民国风格嫁衣，就一针一线亲手缝制戏服。他们靠一句台词的细节撬动全网20亿播放，仅用一个眼神就秒杀了所谓1000万投资的大作。救儿人。这部短剧全程零营销、零热搜，没有半点流量加持，仅凭真实细腻的情感出圈，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看哭了1000万网友。最难能可贵的是，主创守住影视创作的底线，8集完整正片，全网永久免费开放，不收割路人流量，只上架了一份8.8元的高清完整版素材，供真爱粉收藏，并且官方公开表态，创作需要资金维持运转，但绝对不会绑架任何观众买票支持，全程没有资本套路，完完全全以真心换真心。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没有名人站台的光环，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靠真实的情感和扎实的细节，让观众自愿为内容买单，自发帮作品传播。冯小刚花33年圆了自己的电影梦，却没能赶上最适合这部片子的时代。韩红的走个面只是一根导火索，好内容自然会找到他的观众。现在的观众真的不难伺候，大家只是清醒了，观众愿意为真诚买单，愿意为翻阅万封家书还原真实岁月的匠心买单，愿意为不炒作、不绑架、不卖惨的纯粹创作买单。影视行业最朴素的道理从来都没变，票房是观众给的，口碑是内容挣的，糊弄内容的人终会被市场淘汰，尊重观众的作品永远能逆风翻盘。冯小刚的电影票房完了，大伙都不给走面了，而这个韩红基金会也完蛋了。为啥呢？把这个韩红这个过往一挖出来，感情是满嘴跑火车呀，一会儿是西藏人，一会儿是山东德州人啊，一会儿是昌族人，不是这个韩红到底是哪儿人呢？韩红还说啊，他被哈佛录取了。中国的网友说，哦，那个地儿我知道，不就是我们家旁边的哈尔滨佛学院吗？韩红，你那个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呢，能拿得出来吗？
而且中国的网友啊，全都义愤填膺，说你们这是属于何不食肉糜呀？一张电影票好几十块钱呢，啊，你们这月薪几千万呢，让我们这月薪几千块的人给你走个面儿，这个面儿我走不了啊，不然的话你们走个面儿吧，你给我免张票怎么样啊？全网的二创歌曲啊、恶搞啊全都出来了，要不然你走个面儿，你给我在深圳买套房呗啊。更有甚者，网友扒出来了，说韩红，你那手上戴着那一嘟噜一串的那玩意儿，那古玩吧啊，那值多少钱啊？你这个表值多少钱啊？你那个基金会账目透明吗？啊，作为韩红基金会的每个月定期捐助的啊，一些老网友纷纷说，我从此以后我不捐了啊，你别走个面了啊，我解除了自动捐款啊。他说我已经捐了好几年了，每个月固定捐299啊，我不再为我的善良买单了啊。人家晒出来了，说啊，我很多中国网友掀起了断绝捐款韩红的热潮。好家伙，有闲钱我也不捐给你韩红了，我捐给那些外卖小哥、环卫工人，我能看得见的，是吧？啊，你那个有人还扒出来了，韩红基金会，好家伙，80多个人，每个人一年都发10万、20万的，这捐款人说我这工资都没你发的那个薪水多啊！韩红基金会的账目又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而中国的官媒也下场了啊！那个走个面儿，这个面子该谁来给呀？还有人挖出来说，韩红若干年前就交通违法啊，驾驶无牌奥迪 A8 啊，又驾驶一个无牌法拉利啊，驾驶一个假的武警车牌的路虎，好家伙，这是韩红当场2013年被罚5000啊，这个还无牌法拉利啊，你都开法拉利了，你让我们走个面儿，10几年前你就开法拉利了。还有说韩红的表是理查德米勒跟王思聪同款啊，这个表就几十万上百万，手上就带了一台路虎，还是哈佛录取的。韩红如果人设受到了质疑，那他的基金会也就开到头了吧。一句话把冯小刚和韩红都埋进去了，厉害吧？现在的互联网。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